穿越到宝可梦平行世界的你，本以为能如愿当个训练家，但原主却看破红尘，一生都为收服一只宝可梦，唯一的遗产是爸妈留下的培育屋。不过好在作为穿越者的你获得了宝可梦愉悦系统，只要使宝可梦愉悦起来，就可以获得对应奖励。此刻的你还在为成为一名培育家，还是放弃爸妈留下的培育屋，成为一名训练家而烦恼。而就在这时，一道电子合成音在你耳边响起：恭喜宿主穿越宝可梦世界满18岁，防沉迷系统解除，激活宝可梦愉悦系统，现奖励宿主神级长盘之力、神级培育家技术以及相关副职业大师级技术，另补偿宿主探查之眼技能、真心人体质技能。闻言还在苦恼的你决定选择成为培育家，只要愉悦宝可梦就可以获得奖励，这个太适合开培育店了，所以收拾收拾，重新将培育店开起来，然后去尝试一下愉悦宝可梦。于是林天走出了房门，在一片青绿色的稻田上，就见一名老伯和穿山鼠在忙碌。林天慢慢走向他，这么早就出来干活了吗？秦爷爷，小林呀，这不是时节到了吗？准备种点辣番果，你也知道，身边这家伙就喜欢吃点辣的。老伯轻轻踹了一下身边的穿山鼠，穿山鼠也跟着叫了几声。这样吗？哈哈，秦爷爷，我想请你帮个忙，可以吗？小林，你说。就是我想借用一下穿山鼠这孩子，把家后面的那块地重新理一下，把里面的碎石什么的清理掉。竟然自己要继承家里的培育屋，就将屋子后面的农场开辟出来，种植一些常用的护理树果。老伯听到这话，眼里闪过惊讶。孩子，你不打算去读大学了吗？不打算去了，现在的大学去了也是在外面旅游，而且我到现在还没有一只宝可梦，去了也有些迟了，就好好当一名培育家吧。正巧前些日子考的中级培育证书也下来了，我觉得让宝可梦在对战之余，有个能够让身心都舒缓的地方也很不错。听到林天这么说，老伯点了点头，露出笑容。每个年轻人都有自己的活法，你什么时候需要这家伙，就来一趟我家就行了。好的，谢谢秦爷爷。林天又看向底下的穿山鼠，麻烦你了，小家伙，等办完后我带你去吃辣翻面。闻言，穿山鼠一下眼睛就亮了，好像在说真的吗？你这贪吃鬼，来帮忙了。老伯笑骂了一声，带着他离地去了。恭喜宿主让穿山鼠的愉悦值从 50% 提升到 60%， 奖励金克拉5代，能让普通农作物的成长速度提升10倍。神奇糖果1枚，能提升宝可梦小部分的能量强度。土沙，地面系宝可梦吃下后可以增强体表的硬度。林天心中有点愕然，这就算让宝可梦感觉愉悦了吗？而且这奖励会不会太丰富了呀？告别了秦爷爷，林天来到了一条小河边，熟练地吹起了口哨声。不一会儿，就见到一只丑丑鱼露出了水面。林天将一枚水系能量方块扔到水中，丑丑鱼也适时一口吞下。恭喜宿主让丑丑鱼的愉悦值从 10% 提升到 40%， 奖励金克拉10代，神奇糖果1枚，生命果，可以永久提升宝可梦在 HP 方面的个体值。林天也没在乎，摸了丑丑鱼的头。丑丑鱼要跟我一起回家吗？这只丑丑鱼是林天在一处泥潭中发现的，本来养了一段时间，但因为学业的原因，便暂时将它放回河里。后面发现这只丑丑鱼可以感知自己的气息，每次出现在河边都能看见这只丑丑鱼出现。现在既然想着不去大学了，那就把它带回培育屋吧。听到这话的丑丑鱼明显一愣，呆滞的眼睛不可思议看着林天，好似在问真的吗？当然，如今林天有了长盘之力，可以和宝可梦进行沟通。随即林天拿出一枚精灵球，并打开了探查之眼。精灵丑丑鱼，性别雌，特性适应力，资质绿色，个体值 HP 25，攻击13，特攻11，防御14，特防16，速度10，实力6至9级，技能跃起撞击。介绍：一只普普通通但具有灵性的丑丑鱼，亲密度85，愉悦值95。恭喜宿主让丑丑鱼的愉悦值从 40% 提升到 95%， 资质提升能量方块配方 X1， 完美及美丽鳞片，神奇糖果 X10。看着丑丑鱼不可抑制的欢喜，你还真是容易满足呀。伴随着几道红光，丑丑鱼被收进精灵球，随后顺着河流走了起来。这次目的不止收服丑丑鱼，还有是引水渠的情况。父母还在的时候，为了取水方便，引入这条小河的水形成渠道，直接连接到了种植园。等到渠道查看情况，渠道只是干涸了，只需要去往源头，将阻水口挖开就行了。林天没有第一时间去往源头，而是选择去培育屋后的种植园。自从父母去世后，他就没再打理过，只是偶尔桃桃树成熟的时候回去摘一些。算时间，桃桃树也差不多成熟了。转眼间，林天来到了自家的种植园。原本是繁茂无比的种植园，现在只剩几棵桃桃树和成火果树。就在林天感慨时，一道青绿色的影子从面前划过。精灵腾腾蛇，性别雌，特性唱反调，资质红色，个体值 HP 23，攻击21，特攻24，防御25，特防24，速度31，实力12至18级，技能刀叶青草搅拌器，大蛇瞪眼，藤鞭寄生种子。介绍：这似乎是一只喜欢吃桃桃果的腾腾蛇，亲密度愉悦值10，一只红色资质的腾腾蛇。林天目光诧异起来，虽说宝可梦是一种无限可能的生物，但对于大部分宝可梦的成长而言，先天上还是会有一定的限制。而宝可梦资质分为白、绿、蓝、紫、红、金，出来偷吃了我的东西，还要躲起来吗？难道说你是一个小偷？林天没有第一时间去桃桃树后揪出他，而是用长盘之力表达自己的意思。作为一名培育家，他清楚腾腾蛇的性格，是一种聪慧而又骄傲的宝可梦。术后的腾腾蛇刚开始还有些懵，但很快就脸红了起来。很明显，他意识到这个荒寂的种植园
园并非无主之地。想到这点后，他心甘情愿地走了出来。这是你的桃桃果树吗？自然。林天似笑非笑地看着这只腾腾蛇，又看了旁边掉落一地的桃桃果核。看样子你吃的桃桃果还不少呀。可是我不知道这是你的桃桃果树。腾腾蛇更加不好意思了，他只是觉得这里的桃桃果比外面好吃一点。我去外面摘桃桃果赔给你吧。林天摇了摇头，外面的桃桃果可比不上我家精心种植的桃桃果。这样吧，正好这些天我要整理一下这个种植园，你得留下来干点活怎么样？腾腾蛇抬起头，好奇地望着林天，就像这样把里面的杂草拔光。林天将身前的一棵杂草拔起来。好，腾腾蛇心中松了一口气，他的性格不允许他有偷盗的行为，当然这段时间的伙食我包了。见腾腾蛇同意，林天露出了笑容，看着开始忙碌的腾腾蛇，你先拔，我去给你做一些能量方块，交给我。腾腾蛇点了点头，完全不知道林天已经在计划怎么忽悠把他留下来。此刻的林天开始制作能量方块，经过一阵忙碌，一份主材料为桃桃果的能量方块便制造了出来。B 级能量方块由桃桃果研制而成，制造者似乎专精于散发桃桃果的味道，还加入了少许的酸奶，因此没有完全激发桃桃果的清热解毒效果，能够解霸主级宝可梦释放的毒系技能。料理效果适中的添加了几分酸甜的味道，吃下去后在半个小时内可以让宝可梦免疫10%的毒属性伤害。再次回到农场，地上的杂草被清理了大半，干得不错嘛，来吃点东西。见林天对着他招手，腾腾蛇好奇地走了过来，他没想到这个人类所说的包吃原来是真的。就见林天将一块粉白色的能量方块递给腾腾蛇，在看了一眼林天确认的表情后，一口吃入嘴巴中，随即腾腾蛇睁大眼睛，怎么会这么好吃？恭喜宿主让腾腾蛇的愉悦值从10%提升到30%，奖励金克拉时代神奇糖果1枚，特灵果1枚，能够永久有效提高宝可梦的特工。好吃吗？见腾腾蛇一脸满足的样子，林天一脸坏笑，腾腾蛇不好意思的立马低下了头，喜欢吃就好，除完草之前我会一直提供这样的能量方块的。望着这样的腾腾蛇，林天心中不由乐了起来，这家伙明明喜欢吃的不行，还要这么故作矜持。那这样吧，在除草期间，你的食物就是这种能量方块了。腾腾蛇听到不由一惊，那岂不是拔完草就没有能量方块了吗？不行，要拔慢一点。这样想着，又过了半个小时左右，腾腾蛇又继续投身于拔草事业当中，不过这次的速度慢了许多。林天见此不由得想笑，也开始了拔草。他要在今天整理出一块地，用来种植一些紧急的种植物，比如好伤药等。林天的拔草速度很快，一会儿就拔了1/2，这下可把旁边的腾腾蛇急得不行，你别拔这么快呀！可林天还是我行我素，很快这块地上杂草被薅得干干净净，剩下就借助穿山鼠那孩子就可以了。就在这时，腾腾蛇用藤鞭抓住了他的裤脚。怎么了？腾腾蛇？林天好奇地转过了头，这把草是我吃了你的桃桃果，所以这应该是我做的才对。得，林天哑然失笑。行，那你好好干。转眼林天来到了蓄水池，蓄水池的雨水早就被晒干了，只剩下干裂的土地和一些杂草树枝。林天很快开始了清理，1个小时以后，林天就将蓄水池清理干净了。现在只需要饮水就可以将丑丑鱼放里面。于是林天看向还在摸鱼的腾腾蛇，腾腾蛇要不要休息？跟我出去一下。他现在要找秦爷爷借穿山鼠，顺带将饮水区清理一下。还在拔草的腾腾蛇听到开心起来。好呀！转眼两人来到了稻田边，见秦爷爷不在，于是林天两人来到饮水区，二人开始了清理。约莫半个小时后，就见清澈的河流流向种植园，一转眼。秦爷爷，等下午我就把这孩子送回来。就见在一处小洋房面前，林天左边跟着腾腾蛇，右边跟着穿山鼠和秦爷爷打招呼。行，对了，小林，这只腾腾蛇是你的宝可梦吗？就见秦爷爷好奇地问道，这让腾腾蛇心中一紧。林天不会说出真相，让他颜面扫地吧？是的，这不是想着有那么大的种植园吗？总得收服一只宝可梦来干活吧？哈哈哈！秦爷爷不禁被逗笑了。从秦爷爷出来后，林天又在小镇买了一份腊饭果。这可把穿山鼠馋得不行。精灵穿山鼠性别熊，特性沙隐，资质白色，个体值 HP 14，攻击15，特攻12，防御18，特防16，速度11，实力11至12级。技能抓、电源、毒针、波杀、滚动。介绍：一只很容易满足的穿山鼠，亲密度65，它对你的感官很好，愉悦值60，心情不错。别急，这个我待会亲自给你做面吃，好吧？再次回到种植园，林天第一时间来到厨房，开始了忙碌。不一会儿，一份美味的腊饭面出炉，立即美食。腊饭面虽然食材一般，但经过制作者鬼斧神工一般的制造手艺，就变成了一份很不错的美食。毕竟没人会拒绝一份酸酸辣辣的腊饭面，不是吗？料理效果：特工加持，吃下去后能让宝可梦在1个小时内增加10%的特工，如果经常吃的话，还能增强宝可梦的特工哦。来，林天低头看向早就进来的穿山鼠，就准备将一碗腊饭面端给他。不过没想到的是，腾腾蛇也在旁边，嘴里也流出了口水。你也想吃吗？想。林天笑了笑，将2碗面分成了3碗，三人开始大快朵颐。恭喜宿主让穿山鼠的愉悦值从60%提升到85%，奖励金克拉时代神奇糖果1枚，普沙500克。恭喜宿主让腾腾蛇的愉悦值从15%提升到35%，奖励金克拉8袋神奇糖果1枚。3分钟后，好了，吃完面就麻烦你了。
穿山鼠。林天从系统空间拿出来金克拉，这个世界的科技在储物这方面是点满了的，甚至有那种像精灵球一般的储物球，所以林天不担心在2只小精灵拿出东西被怀疑。带着2只宝可梦走进种植园，林天先是将金克拉均匀撒到一块田地上。好了，穿山鼠，你把这块地翻一下就行了。黄昏时，林天在理好的2块地种植了不少好上药的种植物，还有辣番果、小米辣等，还特意买了一个鱼缸。来，吃糖。看着将要离开的穿山鼠，林天拿出来一枚神奇糖果。穿山鼠有些疑惑的用爪子接过，好吃的。穿山鼠也没多想，直接一口吃了下去。憨憨的穿山鼠也没多想，对着林天挥了挥手，便离开了。而在林天探查之眼中，穿山鼠从11至12的等级变成了13至14，提升了2级。腾腾，就见腾腾蛇在旁边发出幽怨的声音。好了，也辛苦你忙了一天，拔了2块地的草了。林天蹲下身子抚摸腾腾蛇的头，将糖果给了腾腾蛇后，就见林天掏出精灵球，要成为我的宝可梦吗？一天的相处下来，他还挺喜欢这条腾腾蛇。好突然，腾腾蛇有些不适应的扭过了头，心中虽然对林天感官很好，但就一天的相处，会不会有点快了？林天露出了笑容，缘分到了，怎么能叫突然呢？何况是我在很真诚的询问你能否成为我的宝可梦。腾腾蛇转过头，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好吧。伴随着红光，腾腾蛇进入了精灵球，还真是只又傲又娇的小家伙。林天摇摇头，又将它放了进来。精灵腾腾蛇，性别雌，特性唱反调，资质红色，个体值 HP 23，攻击21，特攻25，防御25，特防24，速度31，实力14至19级，技能刀叶、青草搅拌器、大蛇瞪眼、藤鞭、寄生种子。介绍，他觉得可能遇上了一个不错的人类。亲密度60，他觉得你还不错。愉悦值60，愉悦带着一丝彷徨。来，带你去见一个新的小伙伴。到了蓄水池旁，林天将丑丑鱼放了出来。呆滞的鱼目再次见到林峰，也不由得露出一点欣喜来。林天从水里面抱起他，看着他身上有些坑洼的鳞片，陷入了沉思。系统给的美丽鳞片品质绝对没话说，只是现在的丑丑的鱼鳞片还有些脏，要在丑丑鱼进化之前保持最好的状态，这样才能进化后拥有最高的品质。于是林天从储物球拿出鱼缸，将丑丑鱼放入鱼缸中，随后带着2小只回到了家里。丑丑鱼被随意放在桌子上。至于腾腾蛇，母亲在世的时候，在家里给飞天螳螂雕刻一个木屋，虽然老旧一点，但现在给腾腾蛇用岛也挺好。看着明显跟自己身高不符的木屋，腾腾蛇有些好奇的看了一眼林天，这是考虑到了你以后进化成为君主蛇后体型会增大，所以木屋也建得大了一点。林天一本正经的胡说道，腾腾蛇现在最低等级已经14级，如果16级进化的话，应该也不差多久了。腾腾蛇白了他一眼，这是把他当成鲤鱼王一样笨吗？这木屋一看就有些时候了，还说他建的。不过走进在木屋后，木屋很宽敞，里面也很干净，一看就是刚打扫过的，他确实喜欢。恭喜宿主让腾腾蛇的愉悦值从 60% 提升到 75%， 奖励金克拉8袋，神奇糖果3枚，青草场地技能光盘。转眼第2天早上，林天早早的起床前往了种植园。一晚上的功夫，种子已经冒出了嫩芽。林天不禁感到震惊，这系统给的金克拉是真的强呀！在浇了水后，林天回到了房间，腾腾蛇和丑丑鱼已经醒来。林天拿出昨天剩下的桃桃果方块，对着腾腾蛇喊道：“来，吃早饭了。”腾腾蛇应了一声，优雅的拿着能量方块吃了起来。林天又走到丑丑鱼的身边，捏碎能量方块扔了进去，望着丑丑鱼坑洼的鳞片，如果现在给它进化，可能会影响进化后的美丽度，到时候可能会很难处理，还不如在丑丑鱼的时候解决这个隐患。不过处理这个问题也不大，只需勤换水和喂养能量方块就行，差不多半个月就可以解决。不过这时系统响起，恭喜宿主让丑丑鱼的愉悦值从 60% 提升到 75%， 奖励金克拉10袋，神奇糖果1枚，保养能量方块配方。林天不禁欣喜看着丑丑，这配方来得太及时了，看样子丑小鸭变成白天鹅的日子不远了。林天感慨一声，朝着屋外走了出去。他今天的任务是去领取自己的培育证书，顺带购买一些培育屋需要的东西，再将腾腾蛇和丑丑鱼挂在自己的培育下。东华联盟的律令规定，若收服了宝可梦，必须在7天之内将宝可梦的信息登记，并且对于新手训练家而言，最多只能收服1只宝可梦。只有你训练家等级上升，收服的宝可梦才能慢慢增多，但培育家没有这个规定，只要名下挂着培育屋，那么收服的宝可梦就可以更多。望着已经吃好的2只宝可梦，林天正打算将它们收进精灵球，一道声音忽然叫住了他：“林哥！”一道白色青春靓丽的少女身影映入眼眶，而在他身边还有一只表情生无可恋的杰尼龟，苦哈哈的喘着气。你怎么回来了？是放暑假了吗？少女叫秦舒，是秦爷爷的孙女，和林天一样，在梧桐市的梧桐精灵一中读书。不同的是，秦舒目前就读高2，她已经毕业了。在她父母失踪后，秦爷爷很关照她，时常送些吃食给林天，并且嘱咐林天多照顾秦舒。一来二去之下，两人的关系还算不错。对啊，昨天放的暑假，我昨晚回来的。看，峰哥，这是我刚收服的宝可梦杰尼龟，快看它！杰尼龟有气无力的打招呼。林天看着不禁想笑，不错，除了眼睛里面光彩少了一点，
皮肤鲜亮，四肢健壮，是只不错的宝可梦。话说你通过了初级训练家考核吗？如果想要成为一名正式训练家，在经过9年义务教育后，就必须通过训练家考核。初级训练家考核只是文字理论知识，对于一般人来说并不难。他在高1的时候就通过了，可眼前的秦叔已经考了3次初级训练家，但1次也没过。嘿嘿，上次考试终于过了。秦叔不好意思地摸了摸头，忽然想起什么似的，听说你不打算当一名训练家了？为什么呀？你的文科成绩这么好，为什么不收服一只宝可梦呀？正是因为文科成绩好，更应该当培育家呀。我对四处旅行暂时不是很感兴趣。林天不紧不慢地解释道。秦叔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但很快被吃着能量方块的腾腾蛇吸引。林哥，这是你的宝可梦吗？腾腾蛇耶，咱们来一场训练家之间的对战吧。林天不禁摇头，感情我刚刚说的话，你是一句没听进去啊。腾腾蛇在吃完最后一块能量方块后，看向林天，好像在说要打吗？精灵杰尼龟，性别雌，特性激流，资质蓝色，个体值 HP 18，攻击20，特攻21，防御25，特防24，速度16，实力5至8级，技能撞击、摇尾巴、水枪、缩入壳中。介绍：一只怨气爆棚的杰尼龟，他似乎在想自己是不是跟错了训练家，想到以后都要这么早起来，就崩溃了。亲密度20，你让他休息了起来。愉悦值15，宝可梦和宝可梦之间的差距并不相同。他很羡慕现在的腾腾蛇，望着杰尼龟的信息，好家伙，看不出心理活动还挺多。对啊，都是初始宝可梦，虽然水系被草系克制，但我相信，在我精妙绝伦的指挥下，我的杰尼龟肯定能击败你的腾腾蛇。秦叔一脸自信的表情。那好吧。林天觉得应该打击一下他。开什么玩笑？尽管双方都是初始宝可梦，但有着10级的差距，再加上属性克制，这不是以大欺小吗？很快两人来到了一片空地上。杰尼龟，这可是我们经历的第1场对战，一定要好好打，打出风采，这样我们在宝宝杯上才能获取一个好成绩，知道吗？秦叔不断给杰尼龟加油打气，而杰尼龟的反应很有意思，一直盯着腾腾蛇，眼神带着几分寻求。杰尼，你这训练家哪里找的？挺好的呀，帮我也找一个，准备好了吗？在秦叔的询问下，林天微微点头。好，我们上。杰尼龟使用撞击，就见杰尼龟朝着腾腾蛇撞去。腾腾蛇使用藤鞭，望着已经到眼前的杰尼龟，腾腾蛇只是轻微侧身就躲过了杰尼龟的撞击。望着渐行渐远的杰尼龟，腾腾蛇2根藤鞭直接朝着杰尼龟脚下落去。杰尼龟被藤鞭绊倒，伴随着巨大 splash， 脑袋和旁边的青石碰撞在一起。林天不禁想笑，这声音好清脆。杰尼龟，秦叔眼见杰尼龟重重摔倒在地上，顿时大声喊道：“对战这才开始呢，站起来，坚持住呀！”杰尼龟摸着头上的大包，迷迷糊糊地站了起来，一时之间找不到腾腾蛇的位置。林天悄悄指了一下他的身后，再加上秦叔的大喊：“后面，在你后面有藤鞭！”杰尼龟刚转过身去，就见2根藤鞭将他绑了起来，无法挣脱，将杰尼龟甩飞出去后，腾腾蛇有些无语看着林天，在对战的时候竟然还提醒别的宝可梦，嗨，毕竟要给人家一点对战体验吧。林天尴尬地笑了笑，杰尼龟被重重地砸在地上，没事吧？杰尼龟，秦叔连忙跑到杰尼龟身边，望着一副虚弱的样子的杰尼龟，单纯的秦叔看向腾腾蛇，好厉害的腾腾蛇，不愧是林哥的宝可梦。林天带着腾腾蛇走了过来，不打了吗？杰尼龟说他没有体力。秦叔有些头疼地说道：“峰哥，你看我刚刚的表现怎么样？是不是还行？”秦叔忍不住问道：“还不错。”穿越到宝可梦世界的你，本以为能如愿当个训练家，但原主却看了，一生都未收服一只宝可梦，唯一的遗产是爸妈留下的培育屋。不过好在作为穿越者的你获得了宝可梦愉悦系统，只要使宝可梦愉悦起来，就可以获得对应奖励。伴随着秦叔的离开，林天带着精灵们前往了市区，转眼从联盟门口出来，林天拿到了终极培育证书和培育屋的资格证书，得买一些日常的绷带、好伤药之类的，还有制造保养能量方块的材料。林天闪过这个念头，就径直走向了对面的旺旺超市。刚到门口，林天就注意到超市门口的横幅，成为一名优秀的训练家，必须从对战开始。时值暑期，由旺旺超市联名宝可梦联盟举办一场新人训练家对战赛——宝宝杯。只要是新人训练家，就能免费参与哦。丰富奖励等你带回家。1等奖御3家宝可梦蛋1只，旺旺超市88000购物卡1张，旺旺超市总部猜蛋迷机会1次。2等奖旺旺超市88000购物卡1张，旺旺超市总部猜蛋迷机会1次。3等奖旺旺超市88000购物卡1张。这奖励好像有点丰富。林天思索起来。7月15号，规则只允许第1阶段的宝可梦参加，并且实力在精英以下。如果是精英以下的话，那差不多0至20级的宝可梦都能参加。虽说参加比赛和自己成为培育家有些冲突，但奖励真的好丰富呀。腾腾蛇，你怎么看？林天将难题抛给腾腾蛇。腾腾蛇摇了摇头，表示自己看不懂上面的字。你也同意了是吧？那好，我报名去了。林天兴致冲冲跑进超市里，你读乱回是吧？走进超市，林天不禁诧异起来，报名的人还挺多的。这时一名超市服务员小姐姐走了过来，小帅哥，这是你的宝可梦吗？好可爱。对着腾腾蛇夸赞道，是的，是很可爱的宝可梦。这让腾腾
腾蛇小脸一红，你也是来参加宝宝杯的吗？你觉得我们旺旺超市这次举办的宝宝杯怎么样呢？我觉得非常好，既给了新人训练家一个对战的机会，又调动了新人训练家训练宝可梦的激情。如果可以的话，我觉得奖励不够丰盛，还可以更高一点。这样呢，我拿了第一后就会更高兴了。这话不禁让服务员小姐姐一愣，随后笑了起来。小帅哥对自己的实力很自信吗？是哪个精灵学校的训练家吗？不是，明确的来说，我应该是名培育家，只是兼职训练家而已。好吧。见林天这样回答，小姐姐客套了2句话便离开了。报名很简单，只需要填写信息和交1000块联盟币就行。报完名后，林天带着腾腾蛇前往了购物区。林天看向腾腾蛇，你有需要买的东西吗？腾腾蛇摇了摇头，好像没什么想要的东西。于是林天购买了所需的东西。回到家后，林天第一时间给丑丑鱼制造保养能量方块。保养能量方块 C 级能量方块，用美容果和祛斑草制造而成的能量方块，长期服用能够保持皮肤鳞片光滑亮丽。料理效果融合了美容果和祛斑草效用的能量方块，将这2种密物的效果发挥到了极致。吃下后，魅力 EH 内增加15%。将能量方块喂给丑丑鱼后，林天就看到丑丑鱼鳞片变得光滑了一点，效果这么好，这样子看起来大概3-4天就能让你进化了。林天将丑丑鱼抱了起来，坑坑洼洼的地方已经慢慢变好，满意的说道：“有了美纳斯，他就可以偷懒了。夏天的气温还是很高，新种上的种植物都需要浇水施肥。”林天带着腾腾蛇走向了种植园，望着满片的杂草，腾腾蛇自觉地拔了起来。腾腾蛇，等等，先不要拔，你过来。林天这才想起来，忘记把青草场地给他了。腾腾，怎么啦？腾腾蛇还以为是昨天拔的慢被林天发现了，不好意思的走了过来。腾腾，我会很快的把草拔完的啊，没跟你说这事，来教你一个好东西。林天从系统空间拿出一个光盘，对着腾腾蛇说使用。腾腾蛇感觉脑子里好像多了一些东西，他下意识把技能用了出来，绿莹莹的能量散发出去。他昨天拔过的2块土地上，顿时长满了青绿色的草。腾腾蛇不禁脸一黑，好在他又尝试了一下，杂草随着他能量的离散，立马变得消失不见了。腾腾蛇感觉这股能量还可以控制其他植物，几秒之后，30米以内的杂草就消失了。腾腾学得挺快啊，我还在想能不能让你的青草场地同化这里的其他植物，没想到还没说你就会了。腾腾，那好，这样很快就能将整个种植园里面的杂草清理干净了。看着努力工作的腾腾蛇，林天的脸上多了几分笑意。林哥，你在这里吗？林天不用想也知道是谁。怎么了？我就知道你在这里。秦叔进来后，先是环顾一眼，然后落在腾腾蛇身上，看着对方运用的能量，表情不可思议起来。腾腾蛇，这是什么操作？清草场地啊？怎么上学的时候老师没讲过？林天看了他一眼，还是说你根本没听啊？这个可能是还没学到这里来吧。秦叔嘴角一抿，说吧，什么事？就是林哥，你不知道班上有个很讨厌的男生，一直跟我不对付，暑假了还天天缠着跟我发消息，我就跟他约了宝可梦对战，让他输了之后就不要给我发信息了。然后他说要参加旺旺超市举办的宝宝杯，说要在那里争夺，但是他的宝可梦是草系的妙蛙种子，我有点怕打不过，所以就要让我的腾腾蛇来帮忙训练你的杰尼龟。对，林天不禁吐槽道，好幼稚的约战，大概是那个男生喜欢秦叔，所以才会一直跟秦叔发信息，他真的很烦，你知道吗？林哥，眼见林天没说话，秦叔就拉着他的手撒娇道，就帮我吗林哥？得，林天有些头疼，倒不是他不同意，只是他怕腾腾蛇不愿意。腾腾蛇将杂草清理完回到林天身边，秦叔不由夸赞道，呜，腾腾蛇你好乖呀，这样听话干活的宝可梦他就只在爷爷的穿山鼠上看到过。腾我答应的事情做到了，很棒。林天夸赞了一番腾蛇，又将刚刚秦叔说的事转述了一遍。腾帮那只连撞击都不敢抬头的大傻龟。腾蛇不禁诧异起来，放心，我来想方案，你只要配合我就行了，或许可以让杰尼龟来帮种植园浇水，正好是水系宝可梦。翻越到宝可梦世界的你，本以为能如愿当个训练家，但原主却看了，一生都未收服一只宝可梦，唯一的遗产是爸妈留下的培育屋。不过好在作为穿越者的你获得了宝可梦愉悦系统，只要使宝可梦愉悦起来，就可以获得对应奖励。翌日清晨，水流太急了，慢一点，不要把我的地都给冲坏了。水枪是你前期最基本的攻击技能，连这个都把握不好，还怎么对战？就见林天和腾蛇坐在树下，一个指导着杰尼龟，另一个伸长着藤鞭，不断朝着杰尼龟的脚附近拍打着。杰尼龟为了躲避藤鞭，只能不断换着地方喷水，刚好灌溉完了一片地，杰尼龟的脸颊就有了凹陷的痕迹。好了，过来休息一下吧。林天一直用探查之眼观察杰尼龟的状态，适时让他过来休息一会。就见杰尼龟怨气满满的走了过来。精灵杰尼龟，性别雌，特性激流，资质蓝色，实力6至8级，技能撞击、摇尾巴、水枪、缩入壳中。介绍：他不想干活了，亲密度-20，他觉得你比他的训练家更坏。愉悦值-25，怨气满满的早起龟。来，吃能量方块。林天掏出自己制造的恢复体力方块 ，C 级能量方块，由文柚果配合清幽山泉制造而成的能量方块，服用后能在极短的时间内恢复体力，长期服用还能提升宝可梦的体力值。料理效果：服用后增强宝可梦对招式的领悟能力。早已饿瘪的杰尼龟迅速接过方块，然后一口咬下，杰尼龟眼睛瞬间亮了起来，狼吞虎咽吃了起来。
林天不由笑了笑，没事，能量方块管够。恭喜宿主让杰尼龟的愉悦值从负20%提升到30%，奖励金克拉20袋，神奇糖果3枚，清澈的水流1份，能让水系宝可梦的水流更加纯粹，使用水系技能更加熟练。吃饱的杰尼龟满意的躺在地上，看向林天，露出复杂的神色。他是怎么让龟龟又爱又恨的？林哥，林哥，我来了！秦叔兴致冲冲走了进来，他的身后还跟着熟悉的穿山鼠。拜托你了，穿山鼠，今天的地可能有点多，干不完也没关系，待会再做辣翻面给你吃。穿山鼠点了点头，朝着剩下的土地中离了起来。林天坐在原地，开始了自己的规划。一半土地用来种牧草，再种植几棵白桦树，用来养殖绿毛虫。就这么决定了。腾蛇来干活了。对了，还有你，秦叔，你也过来。被林天拉上这艘贼船的腾蛇和秦叔，不得已开始帮他播撒牧草种子。3天后，看着郁郁葱葱的牧草，林天露出满意的笑容。再过1-2天，这些牧草就可以收割了。杰尼龟正奋力朝着种好的地上浇水，等到所有牧草和种植物都浇上一遍后，林天喊了一声停，杰尼龟屁颠屁颠的跑了过来。林天也适时拿出能量方块，精灵杰尼龟，性别雌，特性激流，资质蓝色，实力9级，技能撞击，摇尾巴，水枪，缩入壳中，亲密度60，他对你感官很好，愉悦值60，心情很好。在杰尼龟浇灌完水后，腾蛇开启了清草场地，帮助植物加快成长。3天的时间，第一批种下的蔬菜也快要成熟了。好了，杰尼龟，你的第1阶段任务已经完成了，明天开始就可以不用帮我浇水了。正高兴吃着能量方块的杰尼龟一顿，满脸不可置信看向林天，一双眼睛浮现出泪珠。只是第1阶段的任务结束了，下来是第2阶段，放心，这几天的能量方块不会断了你的。林天摸了摸杰尼龟的脑袋，随后拿出1枚神奇糖果，来吃了它。杰尼，吃下神奇糖果的杰尼龟开心了起来。好了，你今天可以回去了，明天再来吧。在没有得到开除命令的杰尼龟，开心的拿着能量方块走了出去。而林天等腾蛇施展完生长 buff 后，带着他回到了培育屋。不通，丑鱼见林天回来，不由自主的开心起来。林天看向丑鱼干净光滑的鳞片，用长盘之力询问丑鱼，想进化吗？波，丑鱼吐出几个水泡。好，知道了。林天将鱼缸抱了起来，朝着种植园方向走去，将丑鱼放入河流中后，丑鱼不由惊慌起来，以为自己又要被放生了。放心，林天拿出1块保养能量方块，丢给了水中的丑鱼，这次不会把你放到河流里面去的，你就帮我在这里守着种植园吧，顺带帮我浇水。林天用长盘之力将意思表达出去，随后拿出美丽鳞片，完美级别，加上你现在的美丽度，应该能让你的资质上升不少吧。林天对着丑鱼使用美丽鳞片，就见一道亮眼的白光在丑鱼身上散发，不一会儿，伴随着白光的消散，细长的身躯下是乳白色丰腴的身躯，头上是2根飘逸如柳絮一般的粉红色长须，颈部则是2条较为宽的长带。精灵美纳斯，性别雌，特性迷人之躯，资质金色，实力23-28级，技能水枪，水之波动，撞击，魅惑之声，水流环，龙卷风，龙尾，自我再生，亲密度97，他无条件信任你，愉悦值70，心情很好。恭喜宿主让美纳斯的愉悦值从70%提升到98%，奖励金克拉20袋，终极神奇糖果1枚，提升中幅度能量强度，求雨技能光盘。哟，美纳斯不可置信看着水中的自己，哟，进化了。是的，你进化了。丑鱼进化后成美纳斯后，林天能够清晰听懂他要表达的意思。哟，好开心，开心过头的美纳斯情不自禁缠绕住林天，不由得亲昵在林天身上。好了，美纳斯，快下来。哟，美纳斯也意识到这一点，从林天身上下来，体型太大了，再住鱼缸有些不可能了，你就暂时住这里，看着这些种植物，有空就帮我浇一下水好吧。哟，美纳斯认真的点了点头，那就拜托你了。林天乐呵呵的道。旁边目睹一切的腾蛇十分惊讶，感受着自己最近躁动的能量，也开始憧憬自己进化后是什么样子。放心，你也快了。林天好似知道他的情绪一样，微笑摸了摸他的头。翻越到宝可梦世界的你，本以为能如愿当个训练家，但原主却看了，一生都未收服一只宝可梦，唯一的遗产是爸妈留下的培育屋。不过好在作为穿越者的你获得了宝可梦愉悦系统，只要使宝可梦愉悦起来，就可以获得对应奖励。翌日清晨，距离宝宝杯还有2天的时间，种植园已经初步成型。学会了求雨技能的美纳斯正对着种植园进行浇灌，而在另一边，林天正指挥着腾蛇训练。腾蛇开始蓄力起了一道风旋，正当腾蛇以为可以释放的时候，林天声音突然响起：不错，看看能不能在青草搅拌器里面再添加一个青草搅拌器。青草搅拌器简单来说就是用风力带动叶子，只要风力越强，叶片的攻击就可以越强，只需要同一频率就叠加，威力可以成倍增加。腾蛇先是一愣，随即恍然大悟，就见在风旋中再次出现一道风旋，但当2道风旋融合时，由于方向不同的风速，导致青草搅拌器混乱起来，朝着前方落去，这让腾蛇一惊。林天急忙指挥：别慌呀，风旋的速度失控后的速度很慢，用心控制，主要是风速，控制2个青草搅拌器的风速频率在同一个层次上。听到这话的
腾腾蛇回过神来，再次用心控制起青草搅拌器，随着搅动的风旋慢慢归一，掌控权落回腾腾蛇手中，最终落在一块石头上。腾腾，成功了！腾腾蛇满脸的激动，这次的威力比上一次强了1倍不止。不错，林天点了点头，满脸的赞赏，让腾腾蛇去一旁练习青草搅拌器的双重形态后，林天则是拿出手机刷了起来，寻找起收购种植物的商贩。至于渠道，当年父母去过不少收购蔬菜的地方，其中最有名叫做喇叭牙果蔬超市，如今名字变成了大市花有限公司。林天决定就这家了。7月13号，经过一晚上的沉淀，辣番果颜色更加鲜艳。一级食材辣番果由普通种子种出来的一级食材，拥有各种微量元素，味道鲜美，长期食用可提升身体素质。随即林天将成熟的蔬果摘取堆积在一起，用储物球收好后，带着腾腾蛇前往了小镇出口。经过昨晚的交流，食品公司的人说他们早上到，来看一下果蔬的质量怎么样。等林天到的时候，小镇门口就停着一辆面包车。林天小心翼翼敲了敲车窗，等收购人下来后，林天先是一怔，这不是小时候见过的陈叔吗？小林呀，陈叔，是我。哎呀，都长这么高了，还长这么帅。这时候从副驾驶下来一个女人，这是陈叔的妻子黄英苗。这是你的宝可梦吗？腾腾蛇还不错嘛。腾腾蛇自主走了过来，点了点头，表示自己是林天的宝可梦，还挺懂事。好了，还是先谈事情吧。小林，你怎么不选择去大学，反而选择当一名培育家呢？一旁的黄英苗打断自己的老公询问道。我高考之前没有第一只宝可梦，所以参加不了训练家对战考试，然后就想着成为一名培育家。黄英苗有些不解地问道。培育家也可以上培育专业的呀，主要还是想把父母的种植园留住吧。林天笑道，随后拿出一枚辣番果，还是说说收购的事情吧。这是我家的蔬菜，陈叔你看看，色泽如此明亮，没有一点的虫害迹象。陈潇有些不可置信道，这是你种的？是的，主要还是有这个小家伙的功劳吧。他的青草场地对植物的生长似乎有特别的作用。林天毫不犹豫将锅甩给腾腾蛇，这可不是一只第一阶段的御三家宝可梦施展青草场地就能种出来的辣番果，看样子你在种植这方面丝毫不弱于你的父亲啊。陈潇有些感慨道，然后一口咬下辣番果，他的表情怔住了，他感觉自身的精气神好似被调动了起来。将眼前这颗辣番果吃完后，他急忙问道，只有这一颗辣番果是这样的，还是全部辣番果都是这样的？当然是全部呀，你看这里面便是这一次全部的收获了，里面有茄子、辣番果、无庆，应该都是差不多品质的。林天将身上的储物球递过来，这么多，他连忙从储物球拿出一枚辣番果和茄子，望着那颜色鲜艳的样子，就可以判断是一种不输于辣番果品质的蔬菜，品质应该还行吧？林天有些不确定地问道。这何止是还行，这已经能称得上秘宝级别的蔬菜了，长期吃的话，能让人类身体素质上升的好东西。陈潇连忙回道。听到这样的回答，林天期待地搓了搓手。那陈叔你看，收，全部收，这辣番果按照1级秘宝的价格跟你收，1斤50块，其他的也都差不多。随后陈潇又想到了什么，急忙又说道，小峰呀，这蔬果的品质很好，但叔叔更想跟你做一步生意，那就是能不能买下这里的独家代理权。这林天有些为难起来。放心，输出钱，出卖出去的股份都行，只要你肯开口。见到林天犹豫，陈潇立马就急了起来。林天有些尴尬道，嗨，不是这个问题，我在想，如果以后种植出来的东西陈叔收不下，那我也不能卖给其他地方了，所以这点我只能保证第一时间考虑的是陈叔。好，这样也行。听到林天这么说，陈潇悬着的心落了下来。林天继续道，就是陈叔，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要求。你说，那就是在卖我家果蔬的时候，我想贴上一个 logo， 标注是林家培育屋卖的。林天将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我还以为啥事呢，这是小事情，到时候你将 logo 标志发过来，我直接给你打印贴上去。陈潇拍着胸膛，直接将这件事情全部包揽。随后两人交换了绿泡泡，伴随着黄姨一句常来完后，面包车向着梧桐市驶去。望着手机上的5万，林天露出兴奋的表情，有钱了，走，腾腾蛇，我们接着去训练，争取拿下宝宝杯第1名。翻越到宝可梦世界的你，本以为能如愿当个训练家，但原主却看了，一生都未收服一只宝可梦，唯一的遗产是爸妈留下的培育屋。不过好在作为穿越者的你获得了宝可梦愉悦系统，只要使宝可梦愉悦起来，就可以获得对应奖励。7月15号，宝宝杯比赛今天正式开始。林天起了个大早，将最后一颗神奇糖果喂给腾腾蛇后，腾腾蛇等级彻底稳定至19级，随即带着腾腾蛇前往比赛处。当林天等人下车以后，旺旺超市已经站满了人，叽叽喳喳讨论。林天，一道略带疑惑的声音响起，就见穿着背带裤的少年走了过来。徐坤呀！见到来人，林天先是一愣，随即露出笑容。这是他们一个班的同学，你怎么也来参加宝宝杯了？不是听说你去继承家里面的种植园了吗？奖金挺丰富的，我也想试试。林天随即笑道：“这是你的宝可梦？”徐坤好奇地问道。对。然后林天看向他身下橙红的小鸡，你的火之鸡看起来好像快要进化了的样子呀。精灵火之鸡，性别熊，特性猛火，资质蓝色，实力17级，技能火花灼，电光一闪，蓄能宴席，泼杀，亲密度15，愉悦值50。听到林天的夸赞，徐坤满是自豪的表情，但随即失望地说道：“哎，别说了，原本我觉得这次宝宝杯我能拿第1的，可是这比赛的举办方，也就是旺旺超市的老板，他竟然给自己那才高1的孩子配了一只成龙，而且还是普通巅峰的成龙，这我拿头打呀！”
看样子只能拿第2了，那还真是可惜啊。林天一脸惋惜的附和道。这时一旁的声响吸引了林天，就见秦叔和一个男生激烈讨论着什么。林天一瞧见这个男生，眉头就皱了起来。黄毛，这可不是什么好印象。秦叔，你放弃吧，你的杰尼龟是打不过妙蛙种子的。秦叔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张小明，还没开打，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秦叔，既然你这么自信的话，那我们来打个赌怎么样？只要你输了，就当我女朋友。你。秦叔被气得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你要是就去蹭树，别搞得人尽皆知，这不是什么好宣传的事情。就见林天将秦叔护至身后，秦叔眼睛一下亮了起来。张小明听到这话，脸一下就涨红了起来。你是谁？傻。林天没有解释，而是看向秦叔，像这种人，以后你根本不用搭理他，什么联系方式删了就好，班群里面也直接拉黑。秦叔乖巧的点了点头。被如此羞辱，张小明顿时怒火飙升。但此时主办方带着执法人员出来，他只能打碎忍了下来。随着主办人持衡的演讲完后，众人前往了梧桐市竞技场。在梧桐市竞技场里，主持人李斌开始讲解比赛规则。第一轮共124个参赛者，整个比赛场地划分为9个对战场，只需胜利4次就可以从小组赛中晋级。而林天被分配到9组4号。好，比赛开始。随着主持人的人声音落下，9组的比赛很快打响。伴随前3场的战斗结束，很快轮到林天。随着林天和一个寸头男子上场，随后2人将宝可梦释放出来。就见寸头男子指挥道：穿山鼠，使用组合技。穿山鼠立刻滚动起来，朝着腾蛇冲来。到腾蛇附近后，直接弹跳起来，锋利的爪子朝着腾蛇袭来。可下一刻，腾蛇身后出现2道藤鞭，直接将穿山鼠击飞10几米远。望着倒地的穿山鼠，寸头男子不可置信问道：你的腾蛇怎么可能这么强？林天笑着说道：如果有疑问的话，你要去梧桐镇找一个叫做林家培育屋的店，腾蛇这么强的秘密全在里面。腾蛇转过头不解地看向林天，怎么又跟自己扯上关系了？乖，打个广告。知道了，多谢你的指点。光头男子表示了感谢，随即带着穿山鼠退去。第一轮对战结束后，第2轮很快开始。对手是只带着猎雀的训练家，不过看到对手是林天后，面色就垮了下来。他们都见识到林天的实力。猎雀一开始选择躲避，但还是来不及躲避，一鞭子被抽了下来。然后就是第3轮，出战的宝可梦是皮卡丘，很轻易就被腾蛇绑住，直接送出场外。于此，上午的小组比赛结束，共9人从小组赛脱颖而出，中间提供2个小时休息时间。比赛刚一结束，秦叔就兴致冲冲跑过来报喜，说他自己从他那组晋级了。林天夸赞了秦叔一番。2个小时一闪而过，9个训练家凑到了一起，接受着最后的抽签。徐坤带着火之机找到林天，有些惊讶道：咱俩对上了，目前情况看来是这样。哎，那你运气还真是不好呀。放心，我会让着点你的，随你。林天没再说什么，而一旁的秦叔却大笑起来，哈哈哈，我轮空了，这不禁让众人羡慕。比赛开始，请各位选手按照抽签所得的号码去往相对应的场地。随着主持人的声响，林天带着腾蛇前往了1号场地。随着双方就位，比赛开始。火之机电光一闪加火花，在电光一闪加血弹，火之机吐出数个火花，朝着腾蛇靠近。下一秒，林天立刻指挥躲过第一波火花，然后直面靠近他，使用高焰。随后腾蛇躲过第一波火花后，径直冲向火之机，而火之机因为高速移动的效果，面对冲至身前的腾蛇，不敢再释放火花，而腾蛇一个转身，尾巴狠狠抽在火之机身上，火之机直接被甩飞出去。不要给机会，藤鞭！就见一道藤鞭迅速飞出，朝着火之机方向袭去，伴随着巨大烟雾的消散，火之机倒在地上。本场比赛，火之机失去战斗能力，由腾蛇获得胜利，干得漂亮！看着走过来的腾蛇，林天夸赞了一番，将火之机收起来的徐坤也走了过来。果然，你还是太强了。以前就有一种感觉，你不想拿第一，不是你拿不到第一，而是你的心思根本不在第一上面。林天微微笑道：有空来我家坐坐，梧桐小镇林家培育屋，同学打8折。有机会一定。徐坤摆了摆手，带着火之机治疗去了。穿越到宝可梦世界的你，本以为能如愿当个训练家，但原主却看一生都未收服一只宝可梦，唯一的遗产是爸妈留下的培育屋。不过好在作为穿越者的你获得了宝可梦愉悦系统，只要使宝可梦愉悦起来，就可以获得对应奖励。望着眼前这一幕，屏幕前的池恒神色阴沉了下来。他为了这次宝宝杯，可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不行，得找他谈谈。就在林天比赛结束后，他就被主办人池恒叫到了一个角落。有什么事吗？望着满脸微笑的池恒，而后者拿出一张银行卡。是这样的，小兄弟也能看出那只成龙的厉害。最后对战的话，腾蛇大概率还是会输的，所以不如答应我的条件，这是区50万，还请小兄弟给我一个面。给不了。林天果断拒绝道，并朝着外面走去。区金钱就想找我打这样的假赛。腾一回到选手席位，腾蛇就开始控诉起来，刚刚那个人类居然敢这么轻视自己。林天则是安慰他，哎呀，你换个角度想想嘛，对方特意来找上我们，肯定是因为我们太强了，所以对方才有些恐慌，冠军的位置会被拿走。腾是这样吗？而这时候4进2的比赛刚好开始，这次的对手是一只猎雀的训练家，很轻松被腾蛇解决。决赛将于下午4点正式开始。就在决赛前3分钟，一个小胖子找到了林天，喂，怎么了？望着眼前的这个男生，林天记得好像是成龙的训练家。这个时候了，他来找自己干嘛？听我爸说你很厉害。池长有些好奇的问道，厉不厉害还得是对战过才知道，你有事吗？那你应该就是很厉害了。
否则我爸也不会让我放开对成龙能量的压制。说实话，我并不想这样去压制成龙的能量蜕变。林天有些意外道：“为什么？很简单呀，这样成龙会不舒服。但是我爸一直想让我当一名训练家，也不知道他从哪个培育家哪里听来的消息，说是短暂时间压制住成龙的能量蜕变，能提高成龙的上限。反正我是觉得他被人骗了还不自知。而且你看我这样子，像是成为训练家的料吗？有点不像，但是可以锻炼出来，是吧？我也这么觉得。算了，对战要开始了，你待会认真打就行了，输赢对我来说无所谓的。”说完便朝着对战场走去。看着对战场上腾蛇和成龙，观众终于有了几分热情和方。决赛了，终于要决赛了！这场决赛感觉还有点期待啊！一只打过来都只用了一招水枪的成龙，一只只用过藤鞭和刀叶的腾蛇，两只宝可梦都隐藏了自己的技能呀！悠长带着喜悦的鸣叫声在整个场地上出现，与之而来还有系统的提示声。恭喜宿主让成龙的愉悦值从10%提升到75%，奖励金克拉时代神奇糖果1枚 ，C 级水之石1枚。成龙被释放的第一瞬间，浓密的水元素围绕其身。林天很识趣的没有对腾蛇下达攻击指令，而是静待对方蜕变完成。然而下一秒，原本充满兴奋的鸣叫变成痛苦，身体也颤抖起来。眼前这一幕第一时间吸引了观众的注意。奇怪，成龙这是怎么了？一出来就叫得如此凄惨，这对战不是还没开始吗？原本对比赛的期待也变成了对成龙的担忧。请求暂停比赛，请求暂停比赛。池场表情开始慌乱起来，主持人李斌也反应过来，急忙查看成龙的状态。池场有些慌不择路地看向李斌，他知道这是父亲请回来的道馆级训练家。没想到的是，李斌摇了摇头，我只能看出这是能量压抑过久的原因，但实际要怎么解决，我也不清楚，还是等专门的医疗人员到吧。池场这才反应过来，急忙拿起手机拨打急救电话，而解说员李斌的声音通过麦克风传遍了整个场地，这使得观众席直接炸糊。什么？特意压制能量，然后来到宝宝杯炸鱼，这是不是有点过分呀？也不算吧，毕竟是规则之内，只是压抑能量，要带上不变时呀。看样子最后的赢家是腾蛇了。我去，对面腾蛇的训练家不讲武德，在这个时候让腾蛇开始释放技能。就在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成龙身上时，原本青绿色的草坪在草系能量的催生下开始疯狂生成，眨眼就半米多高，完全将腾蛇覆盖。紧接着林天将身上的长盘之力释放，一股能量快速落在成龙身上，并对池场传导，正常对战就行了，让成龙对着腾蛇使用水枪。池场一愣，随即下意识喊出水枪。青绿色的草丛中，腾蛇的影子时常浮现，而每次消失的地方都有一道水枪落下。青草搅拌器寄生种子，在青草场地的加持下，两道风旋快速成型，朝着成龙左右包夹而去。左边的青草搅拌器被水枪冲散，而右边的青草搅拌器直接冲撞至他的身体上，在上面割开皮肉，将寄生种子埋入其中。成龙顿时不动了，原本痛苦的表情开始缓和下来。目睹眼前发生的这一幕，直接震惊了众人。我去！原本以为腾蛇的训练家是不讲武德，看这样子，这是在为成龙逸散能量呀！卧槽，这才是一个高中生呀！你说他是高级培育家？伴随着一声成功了，成龙突破成功了！众人回过神看向屏幕，精灵成龙，性别熊，特性储水，资质紫色，实力22-25级。介绍：能量成功逸散并进行蜕变的成龙。恭喜宿主让成龙的愉悦值从-40%提升到90%，奖励金克拉时代神奇糖果1枚 ，S 级海洋结晶1枚。传说中在海洋神殿中存储的水晶吸收了大海的力量，对水系宝可梦具有巨大的益处。目睹这一切的池场已经看懵了，他有些不确定地询问道：成龙？成龙快速在草坪上抖动起来，表示自己很好。池场直接扑到成龙身上，哭了起来，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会出什么事情呢。这让在青草场地的腾蛇一愣，等一会吧，人家这回正联络感情呢。林天也能看出腾蛇的憋屈，刚打到一半被叫住，他感觉身上有种蚂蚁爬的感觉。约莫1分钟后，池场看向林天，郑重地说道：这场比赛我认输。话音一落，这使得整个竞技场寂静下来，但很快又响起讨论声。不过这次大多是认可和欣慰。认输吗？也是该认输。对面的少年可以说是拯救了他的成龙，不过这样也好，腾蛇跟已经踏入精英期的成龙而言，实在是差距太大了。腾蛇的训练家竟然不答应，这是干什么？就见林天说道：如果你是为了我让腾蛇帮助了你的成龙而心怀感激认输的话，那大可不必，因为我的腾蛇现在确确实实需要一场比较有压力的对战。成龙也能感受到腾蛇的战意，爆发出战意盎然的叫声。那好，成龙使用水枪朝着腾蛇射去，而腾蛇身影在草丛一闪而过，消失在草丛中。寄生种子，原本在成龙体内的寄生种子顿时发芽，吸取他的体力。成龙使用冰冻光束，随着冰冻光束的射出，整块场地被划分成2半，压缩着腾蛇的活动空间。不过成龙也因为释放冰冻光束，牵动了体内的寄生种子，他痛苦地嘶鸣了一声，一口咬住发芽的寄生种子，硬生生拔了出来。藤鞭，2条清脆的藤鞭伸出，朝着成龙飞射而去。成龙也猛然回过头来，凝聚冰锥爆射而出。林天随即下达收回藤鞭，正面接触成龙。腾蛇使用双重青草搅拌器撕碎它，青绿色的影子一跃而出。可这时候面对冰锥的腾蛇仿佛受到某种能量的激发，进化之光浮现。精灵青腾蛇，性别雌，特性唱反调，资质红色，实力21-25级，技能刀叶青草搅拌器大蛇瞪眼。
藤鞭、寄生种子、魔法液。见此一幕，林天急忙下达指令，双重青草搅拌器，一道高达2-3米的风旋射出，冰锥一碰即死，径直射向成龙。时常立马大声喊了一句冰冻光束，可下一刻，冰晶式的光束被风旋压了回去。下一刻，风旋狠狠砸在成龙身上，随着余波消散，就见成龙倒在地上。腾腾蛇获得胜利。伴随比赛的结束，最终第1名的获得者是林天，而第2名是秦书。出了小组赛后就一直轮空，可谓是真正的天选之子。在比赛完成后，接下来的就是颁奖环节。石恒目光复杂走向林天，他举办的宝宝杯很成功，但最后取得胜利的人不是他想要的人呀。直至最后颁奖的时刻才露出笑容。伴随着颁奖仪式的结束，已经是下午6点多，林天和青藤蛇慢悠悠走出了竞技场，身后的秦书已经开心到起飞了。林天转身看向秦书说道：“秦书，你要先回去吗？怎么了？峰哥，你不回去吗？我还得去一趟旺旺超市买一点东西，所以估计赶不上最后一趟公交车了，待会我自己打车回家。”那好吧。于是秦书先走了，而林天看着天空愣了一下，随即朝着旺旺超市走去。他的长盘之力感知到刚刚这有快龙的气息。穿越到宝可梦平行世界的你，本以为能如愿当个训练家，但原主却看一生都未收服一只宝可梦，唯一的遗产是爸妈留下的培育屋。不过好在作为穿越者的你获得了宝可梦愉悦系统，只要使宝可梦愉悦起来，就可以获得对应奖励。当林天从旺旺超市走出时，已经是晚上了。他购买了15颗成果树苗和15颗墨莓果树苗，并且还在培育店购买了第3只宝可梦骆驼姆。腾腾，我们要这样走着回去吗？林天则是对着他笑了笑，你先进精灵球哈，等到家了再将你喊出来。不等青藤蛇做出反应，林天就直接将青藤蛇收了回去。当林天走到一个郊区时，就见一道身影出现在林天面前。精灵，快龙，性别雌，特性多重鳞片，资质红色，实力69级，技能羽七，神速，龙卷风，电磁波，亲密度20。他对你在宝宝杯上面的表现很满意。愉悦值40。我是一个快乐的送信员。嗷呜，你好，人类。林天先是一愣，随后回道：你好，呜，我是一名信使，这里在收集一些年轻训练家的想法。随后他从挎包拿出一个信封和一支笔。呜，请你回答上面的问题就行了。林天随即接过信封，拆开后就看见写着：你觉得宝可梦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同时还有一抹超能力落在他身上。林天一惊，感应了一番后，林天越加奇怪，超能力并没有任何伤害行为，只是记录他目前所在的位置。忽然某个念头在他心中浮现，这不会是那只人造神兽对于人类的试探吧？林天想了一会儿，随即写下：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意义，没有任何一个生物有资格去质疑评价另一个生物存在的意义，你也一样。他将纸张放进信封后，随即从储物球拿出一大袋体力能量方块，递给了快龙。舟车劳顿，辛苦你送信了，麻烦替我给信封的主人带一句话，就算是交流吧。接过袋子后，快龙忍不住尝了一块能量方块，他的眼睛立马一亮。恭喜宿主让快龙的愉悦值从40%提升到60%，奖励高级金克拉3袋，高级神奇糖果1枚，高级特灵果1枚，服下后可以大幅度提高宝可梦的特攻和速度。快龙满意的点了点头，随后转身离去。林天一脸的羡慕，啥时候自己才能收服一只飞行系宝可梦？而在某座孤零的小岛上，一只粉红色的人形精灵正看着手上的信封。宝可梦存在的意义：对战、陪伴，帮助我成为很强大的训练家。当然是对战了，太享受宝可梦对战时候的那份激情和热血了。超梦的眼神逐渐冰冷下来。战争、掠夺，这就是宝可梦存在的意义吗？所以我被制造出来也是为了战争、掠夺是吗？那好，那我就先起。呜呜，恰巧这时候快龙带着挎包进来，这是新的一批信了吗？超梦强行压下愤怒的情绪，用念力查看起信封时，却发现快龙拿着一个袋子，什么东西？让我看看。快龙赶忙想藏起来，但发现手太短了，根本藏不了。这番举动使得超梦更加疑惑。就见从袋子里飞出一块能量方块，超梦随即一愣，一块能量方块藏得这么严实干嘛？当超梦一口将方块吃下后，眼睛一亮，看向快龙，这能量方块是从哪里来的？快龙忍辱负重指了指其中一封信。当超梦打开信封，看到其中的答案，随即一愣，然后露出满意和释然的表情。这么久了，总算是有一份能让我满意的答复了。第二天清晨，林天脑海就响起一道系统奖励声：恭喜宿主让超梦的愉悦值从-40%提升到40%，奖励特级金克拉5袋，特级神奇糖果1枚，圣辉1份，能让死亡的生物在尸首没有腐烂之前复活，个体值突破药剂，能让宝可梦突破极限的药剂。不过林天的注意不在上面，而是在青藤蛇身上。事情的起因还是在昨天晚上，普通的精灵球无法隔绝宝可梦的感应，青藤蛇能清晰感应外面的气息，无非不就是已经感应到了快龙的存在，害怕危险，所以先将它收了起来。正是因为这样，青藤蛇拉着他开了半天的会。这个时候你居然把我收进精灵球，我不是你的宝可梦吗？应该由我保护你啊。然后很生气的看着他，这个气直到今天早上林天都还没有哄好。好了好了，我发誓这是最后一次了。腾腾，青藤蛇这才微微点头，算暂时原谅他。林天这才有机会查看系统奖励，随后一瓶药剂出现在林天手上。来，青藤蛇，这是奖励你的，好吃的东西。腾腾，青藤蛇有些疑惑看着眼前的瓶子，不过出于林峰的信任感，还是接过瓶子一口喝了下去。液体进入喉咙，青藤蛇顿时感觉
觉体内得到的全方面的加强。他对这份道歉礼很满意。精灵：青藤蛇，性别：雌，特性：唱反调，资质：金色，实力23到26级。穿越到宝可梦平行世界的你，本以为能如愿当个训练家，但原主却看灵了，一生都为收服一只宝可梦，唯一的遗产是爸妈留下的培育屋。不过好在作为穿越者的你获得了宝可梦愉悦系统，只要使宝可梦愉悦起来，就可以获得对应奖励。而这时洛托姆飞了过来，精灵：洛托姆，性别：无，特性：漂浮，资质：蓝色。洛托姆提醒您，门外现在正有人在等候。林天不由一愣，这么快？尽管昨天将培育屋的名声打得很响亮，但也不至于这么早吧？是的，主人，主要是因为主人在宝宝杯上面的比赛实在是太过耀眼了，有不少的短视频 UP 主都制造了短视频，因为发在了抖音上。主人需要观看吗？我看看。好的，主人。随即洛托姆从手机投射出一道画面，画面中正是林天指挥藤蛇帮助成龙释放能量的过程。林天不由一惊，点赞和评论数这么高，需要打开评论区吗？打开瞅瞅。卧槽，牛逼！合成，绝对是合成，这视频太假了。我读了这么多的书，从来没见过这么年轻的高级培育家。楼上鉴定完毕，这是梧桐市官方电视频道发出来的视频，这是假的。望着总体评论偏向好的方面，林天松了一口气，忽然脑海中冒出一个点子，为何自己不抓住这波机会，培养自己的抖音号？来了！林天急忙去开门，并喊道：洛托姆，记得拍摄啊！洛托姆打开了录像功能，林天指派他的任务就是做好拍摄，用来发展抖音号。门一推开，林天就被吓了一跳，培育屋前已经围满了人。见培育屋开门，众人忍不住想走进去。等等，林天急忙喊道，并且拿出一块木板，在门口挂了起来，每种能量方块，每人每天限购3份。这一幕不由让众人眉头一皱。老板，你这店才刚开，就设置这规矩，不怕以后没人进来买能量方块？抱歉，主要是没想到大家来的这么快，所以东西也准备的少。为了让每个人每只宝可梦都能先行尝试一下，也为了不让后面的人空跑一趟，所以大家多多体谅。面对林天这样友好的态度，众人的表情也舒展开来，走了进去。店长，这能量方块能试吃吧？当然能，不过宝可梦若是太大的话，就不建议在屋里面喊出来了。就见青年拿出一枚精灵球，一只大针锋出现在屋子里，大针锋刺起一点能量方块，一口吃下，入口的一瞬间，他顿时僵住了。恭喜宿主让大针锋的愉悦值从 20% 提升到 60%， 奖励金克拉时代神奇糖果3枚，龙情果1枚，宝可梦长期服用能够提高防御个体值。缓过神来的大针锋指着能量方块，看向自己的训练家，有种不买西瓜不回家的感觉。这不由让青年一愣，老板，一份多少钱呀？1000。青年不由得一愣，这个价格有点贵。不过因为大针锋的缘故，青年还是抱着好奇的心理买了一份。其余人见状，也是纷纷将自己宝可梦叫出来，让他们尝试一下，再决定要不要买。直至上午9点半左右，培育屋的能量方块已经卖完。恰巧这个时候，一道略微急促的身影走了进来，正是最开始试吃的那个青年，他叫栾明，是一名专门的能量方块测评主播。还有吗？体力能量方块还有吗？抱歉哈，今天的能量方块已经卖完了，要等明天了。看着还时不时赶来的顾客，林天只能将牌子换成已售空。午后，看着逐渐稀少的人群，林天这才松了一口气，短时间也应该不会来人了吧。于是他直接闭店了。青藤蛇有气无力地喊了一声，主要是因为过来的人中有一小部分是被他吸引来的。哈哈哈，要不你明天就躲书屋里面吧。林天笑了2声，便开始查看起今天的收获。金克拉达到300多包，神奇糖果60多颗，其中特殊奖励中一样物品吸引了他的目光。龙火果树种子需要在能量极其充沛的土地旁边种植，3年成苗，10年成树，30年结果。看着这简介，林天不由一惊，这龙火果可是制造特性开发能量方块的主要树果，而且它还有5份特级金克拉，根本不需要担心成熟时间。除系统奖励外，林天让洛托姆将销售额列了出来。洛托上午的营业额一共是185000哦，这么多。穿越到宝可梦平行世界的你，本以为能如愿当个训练家，但原主却看灵了，一生都为收服一只宝可梦，唯一的遗产是爸妈留下的培育屋。不过好在作为穿越者的你获得了宝可梦愉悦系统，只要使宝可梦愉悦起来，就可以获得对应奖励。当林天将店内的事情处理完后，转身便来到了种植园。刚一踏入种植园，他就微微一愣，因为他感受到了其他陌生的气息。顺着气息的方向走去，就见在水池旁躺着几只宝可梦。待林天走近后，美奈斯就从水中窜了出来，发出欢快的叫声，悠悠。林天看着眼前的场景，有些意外地问道，这些是？悠悠，就是这几只小拉达想要偷吃那里的辣番果，然后呢？悠悠，然后被我打下来了。然后这2只会飞的宝可梦，这只想下来偷吃辣番果的，这只比比鸟好像是看到下面的小拉达才飞下来的。在说完这句话后，美奈斯的情绪就变得低落起来。悠悠，有几个果子被偷了。林天一愣，他还以为什么事情呢，随即将长盘之力释放，并对美奈斯说道，别担心，你尽力就好了，别说几个果子，哪怕是这片种植园都毁了，也没有你重要。悠悠，真挚的情感让美奈斯愣了一下，下一秒2行晶莹的泪水流露而出。恭喜宿主让美奈斯的亲密度达到100，奖励银色之羽，传说中洋流之神洛奇亚身上特有的羽毛，超能系和飞行系宝可梦佩戴增加 15%至 50%。
50%的特工加持，仅限于道馆期以上的宝可梦能够佩戴。好了，回去吧，这几只宝可梦我来处理。3只小拉达全都晕了过去，而猎雀和比比鸟只是翅膀动不了。看样子这2只飞行系宝可梦想过中途逃跑，但还没来得及逃跑，就被美奈斯击落了。于是林天先拿出3个精灵球，将3只小拉达收了进去，又看向其他2只。猎，感受到林天的注视，本就脾气暴躁的猎雀更加恼怒，想要朝着林天冲击，可他还没来得及动，就直接被林天掐住，无法动弹。这让一旁的青藤蛇看呆了，自己的训练家这么生猛呀！好你个脾气暴躁的家伙，想偷吃东西还要攻击人！林天本想留下这2只宝可梦作为种植园的飞行力量，可现在看来，这只猎雀是不能留了。同样以1枚精灵球将猎雀收服后，林天最后将目光投向了比比鸟。精灵比比鸟，性别熊，特性锐利目光，资质蓝色，亲密度0，愉悦值负。比比。他表示自己只是看见了小拉达才飞下来的，并不是因为想要偷下面的种植物。我知道了。比比鸟捕食小拉达，在宝可梦自然界虽说少见，但还是会出现的。不过他居然冒险来人类境地捕食，这说明他现在已经很饿了。于是林天拿出体力方块，用长盘之力传声道：“比比鸟，愿意住在我这里吗？包吃包住，每天只需要看看种植园里面的情况，不要让小拉达进来这里就行了。”比比看着林天手中的能量方块，比比鸟不争气的流下了口水，但还是忍耐住了，并试探的问林天：“比比，你能帮我变强吗？”林天随即一愣，不由得问道：“多强才算是变强呢？”比比，森林里面有只猎雀进化成为了大嘴雀，它把我们的领地占领了，还打伤了好多同胞。那好，这个要求我能答应。一只刚刚进化的大嘴雀，实力估计在道馆级左右。虽说种植园现在拿不出道馆级宝可梦，但林天相信将比比鸟培育成道馆级，应该花费不了多少时间。来，吃了它，你就知道自己未来能不能帮助族人夺回领地了。就见林天拿出了一颗神奇糖果。比比听到林天居然答应他的要求，比比鸟没有犹豫，直接吃下了林天递来的糖果。在感受体内增强的力量后，他欣喜地看向林天：“那以后你就在这种植园里面看护这些农作物，想吃什么可以自己下来摘。平常任务就是阻止一些小拉达之类的宝可梦进入种植园。”说话间，长盘之力流露而出，治愈着比比鸟。望着已经恢复的伤势，比比鸟再次投向感激的目光，直接朝着天空飞去，开始完成林天安排的任务。恭喜宿主让比比鸟的愉悦值从10%提升到60%，奖励金克拉时代神奇糖果3枚，高速移动技能光盘 X1。望着在树上警戒的比比鸟，林天这才想起来到种植园的目的。他立刻在蓄水池旁挖了一个洞，将龙火果树种子种下，并撒上特级金克拉。对了，还有这个东西。随即从系统空间拿出海洋结晶。美奈斯，来，将这个东西放到蓄水池的中心去，把它埋在土里面就行了。悠悠，美奈斯从水面中伸出头，小心翼翼地用嘴巴含住海洋结晶，然后向下游去。海洋结晶接触水的那一刻，整个水池散发出浓郁的光泽，直至海洋结晶埋到地底后，光泽这才消散。当美奈斯再次探出头的时候，他的表情就有了一些陶醉。悠悠，好舒服，有种好舒服的感觉。还有1枚水之石也给你去吸收了。随即又从系统空间拿出1枚水之石，这让美奈斯一愣，以前自己是过的什么苦日子？林天摸了摸他的头，以后日子会越来越好的。他这才藏入蓄水池中，将美奈斯的事情处理完后，林天看向了那边长得郁郁葱葱的牧草，叹了一口气，还得割牧草。开始了。你写给超梦的信终于引起对方的到来。此时的你刚回到培育屋，已经是下午4点多了，而这时门外响起的喧闹声吸引了你的注意。就见在不远处进行着宝可梦对战，一边是秦叔和他的宝可梦杰尼龟，而另一边则是一名白色短袖的少年以及一只暴飞龙。精灵暴飞龙，性别熊，特性自信过度，资质红色，实力67至69级。精灵超梦，性别无，特性压迫感，资质神，实力99级。在草地上，杰尼龟望着比自己大几倍的暴飞龙，吞咽了一口口水，转身看向自己的训练家，好像在问：真的吗？我打暴飞龙？望着杰尼龟难以置信的表情，那个要不我认输算了。秦叔无奈地叹了一口气，他没想到眼前的少年这么强大。在将杰尼龟收回后，他不情不愿地拿出100块递给了超梦，转身看到了在一旁观战的你，不由得上去打招呼：嘿，林哥，今天小镇来老多人了，是来找你的培育屋的吗？啧，你这挑战也不看人，这是踢上大钢板了是吧？在调侃一番秦叔后，你悄然将秦叔护至身后。超梦望着眼前的少年，略微感应一番后，确定是拆开自己信封的少年，随即将暴飞龙收了回去，走了过来。你好，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吗？我是那只姓氏快龙的训练家，昨天你的回答让我很感兴趣，所以我想来这小镇里面体验一下你说的普通的生活。这么快就来了吗？可是小镇里面现在也没有出租的旅店或者是能住的地方。不过我最近想要招收一个采摘工和一个收银员，包吃包住，月薪1万，你看怎么样？林哥，我这活我能干，你吗？就见秦叔拍着胸口自信地说道。怎么了？我不行吗？行，那你就当收银员吧，早上6点上班，至于下班什么时候卖完当天准备的东西，什么时候就下班，最迟不过下午4点，包吃不包住。好嘞，谢谢哥。而超梦则是疑惑地问道，这样就能体验到普通的生活吗？不试试怎么知道？呵呵，林哥，那我先回去了。行，对了，这是钥匙，记得明天早上6点上班。随着秦叔的离去，你也将超梦带进了培育屋，在经过一番询问后，完成了信息登记，就直接带着超梦前往了种植园。随即你摘下一颗腊番果，
递到超梦面前，看着这些熟了的果蔬了吗？你的工作就是每天将这些已经熟了的果蔬摘下来，然后装进储物球。平常的时候，可能还需要帮我种植一些种植物就是了。超梦闻言眉间一挑，随即磅礴的超能力发动，将熟透的辣番果悬浮至空中。是这样吗？见你愣住，超梦连忙解释道：“我是一名超能力者，那更好了，给你工资翻倍。天色也晚了，待会给你收拾一个房间。现在准备吃饭吧。”说话间，你招了招手，将比比鸟召唤到自己肩膀后，带着青藤蛇和比比鸟朝着培育屋走去。而超梦迟疑了一下，也跟了上去。第二日清晨，你让超梦用超能力将能量方块摆放好后，准备开门。而秦叔在屋外嚷嚷着：“让一让，大家都让一让，排队哈，不要挤，怎么这么多人呀？”当大门完全打开后，外面的景象不由让你一惊，来的客人居然比昨天还多。兄弟们，就是这家店啊！这家店让我见到了凌晨4点半的太阳。就见栾明举着自拍杆，然后急不可耐地喊道：“老板，老板，我要3份体力能量方块。”来了。秦叔拿起旁边的塑料袋，正打算装起1份能量方块时，你急忙叫住了他，并指着柜台说道：“你的工位是那里，只要在那里称量检查一下每位顾客买了多少能量方块，然后收钱就行了。”啊，这么简单吗？看着完美融入工作的秦叔，你不禁点了点头，随即带着超梦前往了种植园。青石小道上，一道佝偻的身影在河流中不断往上铲着泥土。你走过去，有些疑惑地问道：“秦爷爷，你这是你啊？”小林，听说秦叔那孩子到你的培育店去打工了，你还给他开了很高的工钱，这可要不得。你的店子才刚刚起步，正是要钱的时候，他一个小姑娘家的，哪值这么多钱？随便给点就行了。这个我会酌情考虑的，如果他做得不好，会降低他的工资。您这个呀？你看，好些天没有下雨，水位下降的有点多，稻谷已经成穗。这时候虽然已经不怎么差水了，但种的一些蔬菜还是要浇水的。好了，你去忙你的事情吧，我这很快就完了。没过2分钟，他就从渠道爬了上来，带着穿山鼠慢悠悠往回走。见此一幕的超梦忍不住问道：“这也是人类和宝可梦之间的相处关系吗？”是啊，穿山鼠是个好孩子，他很爱秦爷爷，秦爷爷也很爱他，两者都会为对方考虑。你难道不会为你的宝可梦考虑吗？我哪来的宝？超梦急忙停下嘴边的话，良久才问道：“那些控制宝可梦对战的训练家也算是爱自己的宝可梦吗？”控制宝可梦，跟我来。随即你带着超梦来到了比比鸟所在的松树下。比比鸟见你过来，开心的飞到了你的肩膀上。你转头便对超梦说道：“这只比比鸟是我昨天在种植园里面收服的。据他所说，是因为居住的领地一只猎雀进化成为大嘴雀后，将他们一族驱赶了出去。我答应他，帮他变强，以后再将属于他们的领地夺回来。这算是控制宝可梦对战吗？”超梦见此不知道该说什么，直到看见远处的培育小店在进行宝可梦对战，指着那里问道：“那这样的对战呢？不就是为了让宝可梦之间相互对战，取悦人类？”闻言，你不禁扑哧一笑，回答道：“那宝可梦的力量怎么办？”宝可梦是一种天生向往成长变强的生物，还有大部分宝可梦性格都比较单纯，如果不加以疏导，这种天性会让他们怎么样？你知道吗？换句话说，你拥有超能力，你能控制自己一辈子不使用超能力吗？在精灵学还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之前，宝可梦种族之间的摩擦比比皆是。说话间，你一边领着他朝着那边走去，一边说道：“引导、梳理他们的力量才是主要。”在对战结束后，你对着超梦轻声说道：“这是我的长盘之力，一种能用于感知生物情绪的力量。你现在可以感知一下在场的所有人和宝可梦，看看有没有你不满的情绪。”超梦借用这份力量开始探寻着，可找了一圈，就只有哈利利有些失落，但在训练家的安慰下，立马重新恢复了斗志，这让超梦的脸上露出迷茫的神色。兄弟们，看，我发现了谁？那是培育店屋的老板林子哥。随着声音落下，众人目光都落在了你的身上，围了过来。我去，听说小哥是一名高级培育家，这小店卖的能量方块是真的绝呀，既好吃，效果又好，还比宝可梦联盟卖的便宜。那不是，我家的宝可梦吃了之后，那叫一个流连忘返，平常不愿意做的训练，现在全部愿意做了。面对热情的顾客，你急忙摆手说道：“不了不了。”围聚在一起的年轻训练家见你没有兴趣参加，又开始约起了第2场战斗。退出人群后，你让比比鸟自己飞回松树，看向超梦所在的位置。少年已经消失不见，一张信封从天空缓缓落下，精准落到你手上。接到信封的刹那，一道身影出现在你面前。你说的对，我确实之前对人类和宝可梦之间相处的关系有太多的偏见了，所以接下来我会去体验更多人和宝可梦之间的关系，并且我会做出一次相对应的游戏，选择人类中特别的训练家去完成测试。这信封寄托着我的一份超能力，往后你需要帮助，只要撕碎它，我会第一时间赶到。那还挺好，做什么游戏也好，这是你自己的想法。你刚进小镇的时候对人类的戾气很大，现在我只希望你以后对人类抱有很大恶念的时候能想起这个小镇。当然，如果那天想念这里的食物了，也能过来，我随时为你准备。超梦的虚影愣了一下，随即消失在云雾上的超梦看着小镇笑道：“原来你早就发现了我的身份，算了，这小镇确实很美好。”随即将一枚精灵球打开，年美鹿龙对小镇用球语